调一个料汁儿，2勺生抽就可以，当然我也没有买老抽，就这种小汤匙2勺就可以。蚝油1勺，黄豆酱也是1勺，好香的黄豆酱，这个时候已经可以闻到香味了。再来点黑胡椒，香醋，这个香醋是上次料理包用剩下的，还可以继续用。珍稀陈醋，陈醋也可以，把它搅和开。芝麻酱也是上次做热干面的料理包时候用剩的，好香！芝麻酱真的是灵魂调料。如果点外卖剩下的那些调料包都可以不扔，留着下回做饭的时候用，就很方便了。当然也可能是我比较懒，因为水比较多的关系，所以不用像调芝麻酱、花生酱那样卸开，但是还是要把里面的固体物全部打散，非常不错。再加一点点开水，好啦，这个就先放一边。多加点水，这个水不仅要煮面条，还要煮麻辣拌的丸子。我开大一点，把面条煮熟。尝一下，我喜欢吃稍微筋道一点的面，如果是没煮熟的面，吃起来会有股生面粉的味道。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捞出来以后过凉水。同样的，这锅水还有用，这锅水是留下来煮丸子的。准备下丸子了，这些都是我平时很爱吃的火锅丸子。其实什么样的丸子都可以，只要你自己爱吃。很多人喜欢吃包心鱼丸啊、撒尿牛肉丸，但是我个人喜欢吃实心的丸子。看，这是火腿肠，这个是我喜欢吃的鱼子包，或者是蝎子包，不记得了。这个臭臭的，这个是墨鱼丸子，墨鱼丸子很香的哟。这几个要把它处理一下，稍稍剪开一点更入味儿。有的时候上面已经有小开口了，就不用剪得很深。像这个开口开得很好了，就不用剪了。有的没有开口的就需要剪开一点，因为它就是脆皮小章鱼丸、脆皮小章鱼肠。好啦，准备开火，等丸子熟了，咱们就可以进行麻辣拌的最后一步啦。不容易熟，所以可以多煮一会儿。特别是这种小电锅呀，如果打开锅盖，它温度升的就比较慢，所以可以盖上锅盖，让它快速的上气。现在的鱼丸和虾丸是很容易熟的，火腿肠本来也是熟的，脆皮肠需要煮一会儿。好，盖上锅盖的时候要小心，因为里面含有淀粉，所以也会容易出锅。这个时候就要把锅盖拿。什么时候判断为好了呢？这些丸子能够被你的筷子很轻易的戳过去，就算好了。我也可以看看这种小鱿鱼肠、脆皮肠有没有开花，它开花也是好了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。先让我试试墨鱼丸，还不行，阻力还比较大，我们继续煮着啦。戳一下鱼子丸的屁屁，鱼子丸好了，一戳它屁屁，鱼子都飘出来了。办法，墨鱼丸好得慢，只能再煮一会儿，戳一下，能很轻易的穿透就是好了。有阻力的话，就需要再等一等。可怜的鱼子丸，只有你的屁屁漏了。等一会儿第一个吃掉你，咕啦咕啦咕啦。你看，这个小脆皮小鱿鱼肠，它的开花比较明显的，哪一个看看？这个还不是特别明显。如果等到它的肠衣和肉都煮开了的时候，就说明煮的有点太过了，再煮1-2分钟就差不多了。还有一个判断方法，就是看你下进去的丸子呀，特别是这种鱼丸，有没有胀到下之前的1.5到2倍大。如果有的话，也说明煮好啦。我稍微尝一口，全部都捞出来，玉米肠的玉米都煮掉了，丸子全部捞出来，锅控干水分，一定要控干水分，再用厨房纸擦干，因为我们现在要准备炝锅啦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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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春天里那个百花香，啷里个啷里个啷里个啷，啷里个啷啷里个啷，啷里个啷里个啷。用厨房纸擦干水分，一点都不能留，因为我们要准备开始炝锅了。2口锅就可以2口锅换着来倒腾，
但是谁让我们宿舍只有1口锅呢？不是？打到中火以后，加少许的玉米油，不用加太多。还是老办法，把锅拿起来，让油整个润润锅底，保护我心爱的小锅锅，等着温度升起来就可以。试探一下锅的温度，不要学我哟。我是因为知道这个锅的功率很低，所以我才敢这么摸它。它真正烧起来的时候，我也是不敢摸的。点一点耐煎的小米辣，噼里啪啦。好，再剪点大蒜瓣，随便剪点就可以。我们的目的是炝个锅。随便剪点，好香，但是也好呛啊！糟糕，这个豆瓣酱的罐子打不开，只有不放了。放上次剩下的辣椒杂，这个也是很香的，全部放进去。如果家里有天然气的灶眼儿，有2口锅呀，就可以把这些全部放到一起之后，用热油一泼，效果比我这么用低温的油去煎要好得多。但是咱们有啥吃啥，是不是？有啥吃啥，吃啥有啥。小葱搞里头，小葱是不能忘的。没有豆瓣酱，真的好伤心啊！谁能想到我豆瓣酱居然打不开呢？等到这些底酱炒的差不多了，咱就可以开始把刚才煮好的丸子和面条放进去拌了。这个就叫做麻辣拌。等到那个啥时候就好了？因为我大蒜切的比较碎，切的比较大块，不太容易看出来，就只能看小葱。小葱颜色都变深了，蔫了吧唧的，不再是翠绿的时候，这个酱炒的就差不多了。好香，但是好呛，小米辣还是很厉害。好了，可以了，咱再准备下丸子。其实这个时候已经不用火了，咱们的东西都是煮熟了的，知道吧？丸子搞里头以后，和辣椒碎呀、蒜，还有刚才的做的炸稍稍拌一拌。重点下面条，看的很多是不是？这可是我今天1天的口粮，看它很多。我的早饭、中饭、晚饭可都是它了。麻辣拌，那拌，稍等，一开始咱们调好的灵魂酱汁，搞里头，一滴不剩的搞里头。这个锅我虽然已经关火了，但还是有一定的热量，这么拌着实在是不是很趁手。上手套，虽然有点烫，但是上手套。我平时点外卖存下来的这些调料手套呀，这个时候就派上用场了嘛，是不是？还有香醋的香味儿，他们一般做这个酱料都会放香醋，我一开始不愿意放，后来发现其实放一点，等到热量一上来，把这个醋的酸味驱散了之后就很香了。一吃一个不吱声，好烫好烫好烫。这个锅还是有余温的，有余温之后，虽然丸子和面条我都已经过凉水了，但是这余温一上来还是有点烫。尝一口，其实我最后可以不放那个盐，最后我又加了一点盐，在你们看不到的地方不放那个盐，其实应该更好吃。放了盐之后，这个面条稍稍咸了一点，稍等片刻，加一点点啤酒，点就可以，把下面化不掉的酱给它搅和开，有点太粘稠的部分用点啤酒就可以化开，当然你加白开水也是可以的。我正好身边有啤酒，我就加啤酒，冰啤酒清纯，味道还可以，9块9就能买6瓶，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。好了，我要准备开吃喽。我有啤酒，我还有可乐，但是0度可乐。我的体重一定要控制在120斤以下，太重了，好多衣服穿起来不好看。这就是那个屁破掉的丸子，呀，开吃。丸子比面条好吃，那个面条
我调的那个酱比较咸嘛，第一次做，咸了之后，这个面条就把酱全部都吸进去了，确实比较咸。但是我的丸子好多都是甜口的，这样吃起来就很爽。已经基本上吃不到醋的酸味儿，都是香味儿。要是我能把那罐郫县豆瓣酱打开就好了，真的是撬了半天都没能把它打开。最后要是撒点白芝麻，或者放点小麻油、花椒油、青花椒、红花椒都可以，那更香了。这家墨鱼丸真不错，鱼肉是那种弹牙爽口的口感，而且有点甜甜的。不像我之前买的墨鱼丸，就是很结很死的那种鱼肉，不好吃。下次可以尝试做一个麻辣香锅，其实调味料都差不多，但是麻辣香锅里面是有水的，至少是最后不是拌的，是有一层薄薄的水把上面的再蒸熟。所以做麻辣香锅的时候，必须要那种含水量特别大的蔬菜，比方说莴苣啊、胡萝卜啊、洋葱啊这样的蔬菜打在底下是最好的。做三汁焖锅也是一样的道理，三汁焖锅下面需要有蔬菜，但是我就休一天假，买的蔬菜吃不完，放在冰箱里就坏了。下次等到休2天假的时候，我就可以做麻辣香锅或者是三汁焖锅了。要么还可以做那个，我现在有盐蛋、有皮蛋，还有些其他的蛤蜊，可以做海鲜粥，对，简易版的海鲜粥。好辣，香的应该是炝锅的那会儿，但是外卖送的那个辣椒炸真的是好辣。我还有辣椒面，下回看做什么的时候放进去一起炸。看，这是我最喜欢的鱼子包或者是蟹子包，因为里面有我很喜欢的口感的鱼子或者蟹子。具体是不是真的鱼子和蟹子我也不在乎啦，反正好吃就行。还有一种叫芝士包的，我这回没有买到。待会再煮火鸡面的时候，就可以买点芝士放进去，那可香了。啤酒喝完了，喝点可乐。好辣，好辣又好热。吃完那些，我到晚上都不用再吃。今年天气有点热，我要去一趟火车站去取票，但是这个天气我肯定不愿意出门的，要等到下午骑个自行车去，5公里左右吧，骑自行车去，打个车回。为啥不能骑车回呢？因为从我这个地方到火车站是下坡，我可以很轻易的溜下去，但是骑上来的话，臣妾真的办不到。下坡5公里也算锻炼了。其实关于麻辣拌、麻辣香锅、三汁焖锅，每个教程都有自己的特点，但是其实多一点调味料多一点少一点问题不大，多一味少一味问题也不大。你只要把手上有的调味料全部放进去，不会难吃的，相信我。但是不要像我今天一样做咸了，我最后不应该放那个盐的。其实咸味的有酱油、有蚝油、有那些其他东西就足够了，真的不应该加盐。加了盐之后被这个面条一吸，真的好咸。鲜面条虽然好吃，但是保存起来太麻烦了，吃不完的就得冷冻起来，再解冻还不知道有没有坏。其实陈克明的挂面就挺好，我还是多囤点陈克明的挂面。而干面条储存起来又方便，而且鸡蛋味的、香菇味的挂面味道都不错。鲜面条就是胜在一个口感筋道，其他的其实我觉得差不太多。剩下真的吃不下了。好了，收拾东西，洗锅。